来到了卡塞尔近郊的威廉高地公园。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施堡骑士城堡、威廉高地宫堡博物馆、大力士雕像、八角亭。嘿嘿，但是今天我们来的时候，我就说秋天的气候多变了啊。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呢，大家感觉特别冷，风也比较大啊。但无论如何呢，不减我们的玩性呢，这儿是童话大岛的中心，附近的森林密布，古堡林立，睡美人、白雪公主、灰姑娘等地故事的诞生地都在这。这里有格林兄弟常住的24年的一个地方哦。威廉高地占地250公顷，海拔大约在550公尺。依这个山势而见呢，是伯爵威廉一世1701年到1707年之间建造的。因为冬天所以看起来景色略有不同哦。它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下去，它结合了疗养的温泉、休闲度假、水景艺术中心。这里就是温泉啊，熊关站是温泉哦。它这个主要的主楼建有这个暖房、塔楼、茶坊，但是呢，只有国王可以用了哈。那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个度假胜地啊。那呢，山上的八角形宫殿啊，还有旁边的小屋呢，就是侍卫房喽哦。我们现在在最上面哦。那从这里呢，一层一层的下去哈，那是德国浪漫风格实行所留下来的造景杰作，它等于就是艺术造景啊，庭园造景。威廉高地公园是欧洲最大的丘陵公园，这里有海力士、大力士、海格力斯的雕像啊。威廉高地的宫堡，再加上施堡3间的博物馆，从最上面往下看下去的岩石造景公园，数不尽的健行道，还有小溪，这里是非常适合德国人健行的一个地方哦。这儿叫做维尔尼格罗达。维尔尼格罗达是德国诗人曾经赞叹的一座山下美丽的小镇，这里保存大量完整的16到18世纪的木造建筑，五颜六色的建筑群一路延伸。这里当然也是最有名的巫婆小镇哦。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啦，结果刚好晚上呢，在门口外面有这个市集啊，在它的市政厅啊，所以呢，我们就先来到这个市政厅啊，来看看晚上的市集在卖什么。德国其实很多人认为呢，到了德国呢，它的晚上呢，你觉得呢？不热闹，其实不是，它越接近 Christmas， 它越热闹，所以暗下呢每家在民家，而且我们这一趟来到德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30年来未曾遭遇过的10月暴风雨啊！你看这个是做巧克力自动化的机械啊，德国嘛，就是很多都是现代化的设备啊，在传统当中却又带有现代化的设备。这里是巫婆小镇，卖的各式各样当地具有特色的小吃。哈兹山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女妖的故事。传说当中，女妖跟魔鬼们在每一年的4月30号都要聚集在布罗肯山上跳舞狂欢。这些女妖也就是女巫们，拖着长长的裙子啊、裙摆啊，
那呢疯狂的跳舞，魔鬼呢则是呢饮酒作乐，发出可怕的笑声，迎接5月1号夏天的开始。从19世纪末开始呢，哈兹地区就开始把这一天定为叫做巫婆节。当地的居民跟游客们穿上了巫婆所有的这个乐手啦，这种人狼啊的角色的服装，戴上巫婆的面具，骑着扫帚，从小镇四面八方的，不是飞啊，是走上大街，前往荒芜的布洛肯山上。当夜晚来临之后呢，巫婆舞开始跳起，在午夜的时候燃放着焰火，众巫婆踏上了归途，他们咆哮着飞走。这个传说故事，如今人们飞不来，是用走的过来，而且就把哈兹山让给了5月的女神。每一年的巫婆节会有数十万的游客前来这边欢聚，而秋天更是德国枫红小镇。德国拥有全欧洲最美丽的20座小镇，这些小镇呢，巫婆小镇绝对是在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啊。所以来到这里也叫做维尔尼格罗德，它的全名。11世纪的时候，在旁边的霍尔特莫河，还有呢齐里尔巴厄河，开始就有人在这居住了啊。那在这呢，最早记录在德国历史上的时候，其实是11世纪，来自希尔德斯海姆特伯爵选择了维尔尼格罗德建立他的堡垒家园。在德国，当时很多的小国王，很多的小国家遍布了整个德国，而当时的维尔尼格罗德开始发展了所谓的贸易啊。维尔尼格罗德伯爵赋予城市的行政权，会变成一个真有规模的城市。我常常讲，你若到欧洲看一个古城古镇，伊是真大的，就代表那个所在以前伊的经济发展了真好。但是对这个维尔尼格罗德伯爵了后，就无人啊，无高人啊。所以呢，149年了后的100几年当中，大家呢就开始呢无啥人哩作业，无啥人哩啥会管理啊。那现在在市政厅前面呢，刚好进入了秋天的祭典。在这秋天的祭典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卖的各式各样当地的小吃。这小吃不外乎就巧克力啦、德国香肠啦等等啦哈。它的历史追溯到1277年。那1277年建造的时候呢，当时的建筑用的做法呢，非常的独特哦。它用的做法可以呢，同时容纳了节庆舞会、艺人表演、婚宴等等，都在这个广场。1468年规定，当时参加婚礼的客人呢，都只能限定在120人之内。此类的庆祝活动呢，通常开始于星期天，而于星期一的晚上来结束。这一座市政厅的建筑，一直到了16世纪的时候，原本从一个广场，才慢慢的把它改变成为市政厅。在1544年之后，改建变成现在所看到的模样，黑色板岩的双尖塔，亮橘色的外观，这就是巫婆小镇的木岩造房子。很难想象吧？很难想象到现在看起来风和日丽，很难想象到今天一早经历了突发性的暴风雨啊！所以我就讲啊，天气无常啊，天气就是安尼。咱对这个市政厅，包括有这个喷泉哦，离开了后哦，咱就开始踮这个市政厅附近的小镇，踮这呢开始设计。这个所在因为有德国的女巫啊，其实踮遮可会使坐一个蒸汽火车啦，真可惜吼，咱这倒是无坐到啊。踮遮呢，有一个什么啊？女巫传说，这个所在，这个城市已经有够大的小镇啊，更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而它后面的山也叫哈兹山脉啊，也就是我说的每一年当中都有巫婆
聚会。而这个哈兹山脉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气候，每一年的9月到隔年的5月，山上其实都还下着雪。你看这些小吃摊贩卖的各式各样的甜点、巧克力啦，人们和善的在这边买啊。这些市集呢，也不是每天都有的哦。那呢，巫婆小镇聚集的山叫做布洛肯峰，高达呢1142公尺。而为什么叫布洛肯峰呢？布洛肯这个名字呢，在德国非常常见。因为呢，我们常常穿的 Broken 鞋，也就是源自于德国。那它也是哈兹山脉北德最高峰 Broken 峰1142，北德的最高峰啊。但是呢，它的最高峰虽然只有1100多，但是我前面提到了，这里的气候都有可能纬度的关系，都像2000公尺高山的气候，非常非常的棒哦。而这山中除了小镇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花卉植物。那在这山上呢，一年当中有200多天呢都是会起雾的，更有100多天呢都是笼罩在浓雾当中，在后面的小山上面啊。所以呢，这一座小山也就呈现了跟巫婆小镇相得益彰啊。在每一年的4月30号，女巫之夜。德国的文豪歌德在其巨著《浮士德》上面曾经描述了女巫之夜的场景。魔鬼带着这个扫把到了洛肯山，以女巫跟恶魔信徒作乐狂欢啊。所以这个是从以前就已经留下来的经典传说。哈兹国家公园还有一个100年的蒸汽火车。你看，到处都有飞天的女巫啊，虽然是这个吊饰哈，但是还是在这个地方带来了非常大不同的特色啊。德国境内的窄轨火车、蒸汽火车，全长超过140公里，也在哈兹国家公园，也在巫婆小镇的旁边，就是要前往 Broken 山。而 Broken 山的这个巫婆小镇的这汽火车，1898年就开始营运了啊。那一直到现在，这个真的太棒了啊！这是最可惜的地方，就是遇到了这一个暴风雨，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呢，去坐到这个蒸汽火车。但无论如何，天气的变化无常啊，总是会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带下了一点点的遗憾啊。因为有一些遗憾，人生当中何时没遗憾呢？也因为有一些的遗憾，才让我们对于旅程更加的深刻的经验，对吧？也让我们呢更加珍惜现在所得到的东西，这很重要啊。我们来欣赏美丽的、迷幻的传说当中巫婆聚集之地——巫婆小镇。
而我也说到了，在这一趟我们遇到了30年来难得遇到的这个暴风雨啊。在10月份，德国暴风雨横扫了德国的东部，跟横扫了德国的北部，造成了多次的航班、路速、火车几乎全面性的停止。这种奇妙的天气气候呢，还横扫到了东欧，很少有人预料得到在这个季节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是风和日丽嘛，当然因为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其实呢并没有马上的把它拍摄下来因为当时其实有一点紧张啊，这个是已经雨过天晴了，也因为我们遇到了暴风雨，所以呢使得我们这一趟要在巫婆小镇当中搭的蒸汽火车反而没有搭到。那为何我还是在这段节目当中讲出来呢？其实没有参与过这一趟行程的人，他当然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甚至不了解到当时暴风雨的可怕性呢，而且它是瞬间就几个小时马上就过了啊。但是旅游就是这样旅游会有很多的经历啊，尤其是这个暴风雨来的时候呢，还把我们这个汽车的天窗给吹离开了吹跑了那还好，这个因为风雨很强劲所以雨并不是滴滴热的来雨是有一点斜的唰唰那闪鬼所以这个暴风雨呢，着实呢让我们讶异不已。你看我们的天窗这是巴士的天窗也就被吹走了特别的把它拍了下来那我们这一趟路上呢，就这样开着这个天窗赶紧的要前往这个巫婆小镇来去巫婆小镇看那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同时呢来换车子还好对我们后面的行程跟人员都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小镇里非常完整的保留了15到19世纪哈兹山传统的木檐架构的建筑物，很可爱，非常可爱，红瓦屋顶5颜6色的建筑群这个是我很难得一见的德国小镇。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法兰克福，那我们就进到了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的老城区，还有它的莱茵河畔，来拍摄一下这一个德国非常重要的经济重镇，也是欧元总部区域。虽然它并不是莱茵河最美丽的其中一段，但它也有莱茵河你看，我们一早来就看到了它的火车在铁轨上行驶。当然，说起了德国，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慕尼黑，想到的就是法兰克福，也可能想到的是天鹅堡、莱茵河、游船等等。当然不讳言，这些景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想到的 Benz， 会想到的 BMW， 会想到德国的很多什么香囊白啦、白林啦，好多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大家最知道、最著名的，也就是法兰克福的老城中心，也就是它的市政厅、市政广场。